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前段时间更新频率很慢，因为小石兽回来过暑假了。回长沙在老弟家住了一晚，长这么大，两兄弟还是头一回见。想想这些独二代也挺可怜的，五行缺半。两娃不能说一见如故吧，至少也算相见恨晚。我一个湖南人，40年都没去过岳麓书院，这次为了他的暑假作业破功了。最大的感受，热，人，赶紧拍照交作业吧。背景是真的，笑容是逼真的。因为老弟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我们先回了老家，隔天就来到桃花源。孩子体验了他爸的一些日常，高情商说法，捕捉自然韵律，感受季节流转。其实要拥有一个院子的想法，也是来自于我的童年。正是在儿子这个年纪，我爸在农村修了一个带小院的房子，那里承载了无数美好的回忆。我记得月黑风高的晚上，爸爸醉醺醺地从怀里掏出3条小狗。我记得那时最火的宵夜梭罗，一买就是一水桶，一大家子10几口人，辣得像狗。我记得地里结的香瓜甜到忧伤，即便30年过去了，很多场景仍然历历在目。命运如此妖娆，30年后的我又回到农村，也不知道这段经历会在儿子心里埋下什么种子。托亲友的福，桃花源的基建取得了一些进展，在姨父亲自下场和指导下，我们的菜地初步建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小学生对此亦有贡献。后来孩子他妈请了几天年假，也回来了。他心心念念想着吃莲蓬，于是我们来到了半路上的一处荷塘，准备直接从原产地购买，避开中间商赚差价。结果堂主说什么也不收钱，还热心地帮我们挑池塘里更嫩更甜的莲蓬。相信此时老婆已经初步爱上了这片土地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干不出白吃白拿的事儿，瞅准机会给这家的小公举送点礼物，投桃报李，成就达成。来都来了，体力劳动是避免不了的，这都是他自觉自愿自告奋勇自讨苦吃，绝对没有让我给他摆拍。23张4500万像素照片，有那么一恍惚间，感觉相隔1495公里也没那么可怕了。它让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更显珍贵，超级加倍。看着他们漫步在一片绿意中，感觉这几个月的焦虑都得到了疗愈。当然还是有些愧疚，毕竟陪伴的时间太少，也没能带给你们诗和远方。暑假接近尾声，老弟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，2个小朋友总算相聚在桃花源。可惜开学在即，也就短短1天半时间培养感情。这真的是小龙虾，这么简单。他们对锯木头上了瘾，断掉的板栗树枝可能也没想到自己还能在2个孩子手里反复取食。一不留神，他俩又开始了摸鱼，培养工作必备能力，从娃娃抓起。摸鱼，以后整顿职场就看你们的了。这是2个野化后的人类幼崽。搬砖玩沙当然也得体验体验，看着他们在一起的画面，仿佛也看到了我和我弟的童年。夏天就在小朋友的玩闹中悄然离去，转眼就要步入收获的季节。虽然创业现在依然举步维艰，但至少我们的人生中又留下了不少美好的画面。又一次的别离，希望大家都在各自的路上披荆斩棘。感谢各位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